传输了。帮我！看眼前这情形，对上了，全对上了，直接空降核心剧情点。好热。反正小说结局都是甜宠剧，还不如过程主动点。小将军别怕，我这就来帮你解毒。王爷，您可还好？王爷，他根本不是沈昭野，是那个市直篡位的疯批反派昭王彦辰。啊！刺客死！我不是死了吗？天命树林07号绑定成功，恭喜你！在新手保护期间，你可以不断复活，探索本书的故事进展哦。什么狗屁机制？你到底给我穿到哪儿了？复活，浪来啦！等等，帮我！你不是沈昭野？不是要帮本王解毒吗？怎么停了？我怎么又死了？帮你复活，再次复活。帮我！王爷，属下进来了。奸商，什么传输交期体验，简直是诈骗！奸商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放开我！你的新手保护期提前结束了。有件事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那就不说了。你这该死的系统，为什么把我送上了反派烟尘的床？亲亲，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。我操作的时候没什么经验，手一抖，不小心让您穿错人了。您现在身份绑定的是辅国大将军嫡女苏阮，恶毒女配。那当前剧情进度到哪儿了？就在1个时辰前，苏阮已命丫鬟给玉清河送去了下药的桂花膏，死亡线已经正式启动。我要出世界，申请退货！抱歉，亲亲，您现实中的身体已经确认死亡，并且已于昨日火化，实在是回不去了。亲亲，你也别太灰心，虽然穿错了，但也有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？根据原著设定，您目前使用的身体苏阮，颜值是全文第一哦，甚至超过了女主玉清河。颜值第一有什么用？能挡得住被扔进乞丐窝的命吗？剑亲别生气，为了表达歉意，也为了您的体验，我们决定为您加赠一项特殊服务，只要您能以苏阮的身份成功搞出，我立马接您出来，并且免费安排时下最热门的破文穿梭体验，各种帅哥让您挑选。另外，这里可以额外给亲亲申请随时查看男主沈昭野好感度哦，祝亲亲苟下去的同时也能收获爱情哦。目前沈昭野的好感度为20哦，万一我今晚就嘎了呢？亲亲，信号不好，您说什么？听不清。祝您体验愉快。喂，你别着急好不好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杀死他！必须赶在事情败露之前去把下药的糕点处理掉。等我呀，女主！王爷，人没找到，属下带人搜遍了王府，最终只在西北角狗洞处发现了这个。倒是会装，3日之内把人带到本王面前，若是找不到，你也不必回来复命了。属下领命。头颅收拾好，连夜送到谢太傅府上去，再告诉谢之宁一句，若再有下次，胆敢算计到本王头上，本王下手就没这么客气了。属下明白。沈昭野，那女人是冲着沈昭野去的，认错了人，才阴差阳错爬上了我的床，还是说，她本就是沈昭野的人？开门！姑娘不是早早歇下了吗？怎么在这儿还弄成这个样子？玉清河呢？快带我去找她！哦，姑娘，您的脚！不碍事，快带路！这怎么叫没事？姑娘别动，我背您进去。你是梨子？姑娘，您给疼傻了是不是？
现在才认出我是梨子，我是您的梨子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先带我去找玉清河，要快。不过姑娘，咱这时找他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姑娘是想去确认他中药了没有，对不对？嘿，姑娘您就放100个心吧，奴婢办事绝对稳妥。不仅按您吩咐，在桂花糕里下了足足的春风度，还把他房里的熏香也换成了加料的，连带桌上的果子，奴婢都挨个用细针蘸着药水扎了一遍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姑娘，奴婢这回做的不错吧？梨子，奴婢在。你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吗？是聪明主仆2人组，不是2具还没凉透的尸体。什么？快，赶紧去他的院子。没动静啊，是不是药效发作了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什么药效？软软这是怎么了？怎的会弄成这般模样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那个，我傍晚让人送来的那碟桂花糕，表姐你吃了没有？倒是还未，晚膳时碰巧姨母唤我过去问话，留我到现在才回来。还好还好，正巧线下有些饿了，软软要一起用点宵夜吗？不用，那既然表姐没吃，我能不能把点心拿回去？二姑娘又想干什么呀？一碟点心也值得大晚上跑来要回去？银灯，多嘴。奴婢又没说错，二姑娘一天到晚找您麻烦，但凡是您的她都得抢走，连针头线脑都不放过，现在连盘点线都要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跟我们姑娘说话，反了天了你！我们姑娘是苏府正正经经的嫡出姑娘，这府里天上地下哪样不是我们姑娘的？别说一碟点心，就是姑娘现在要这栽云阁，你们也得立刻给我搬出去。软软勿怪，是我对丫头管教不严，冲撞了你，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。表姐知道就好，这苏家什么不是我的，我想要什么自然就能拿什么。去，把桂花糕还有桌上摆的果子，连那熏香炉子都给我搬出来，我今儿个不高兴。姑娘，那点心也不给她留。哦，今天就先拿这些，下次再惹我不高兴，我连这房子都给你烧了。梨子，我们走。他也太欺人太甚了，抢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。看来我这个表妹倒也没有坏到那般无可救药的地步。这还不坏，她都嚣张成这样了，我看就是姑娘太好脾性了，才任人欺凌。去把我装匣里那瓶上好的金疮药找出来，给她送过去吧。我方才瞧她脚上伤得不轻。她那样对您，您还给她送药？去吧。是，姑娘。本想着将计就计，没想到她竟会主动将东西都要了回去，或许还有的救吧。梨子，你轻点儿。姑娘，您忍忍。姑娘，您今晚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弄成这样？还有那点心，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下的药，您怎么又给要回来了？这不是白忙活了吗？解释怎么解释？说你家姑娘已经换了个心思，现在只想苟到大结局，不想作死。总之，你以后听我的就对了，不要再自作主张，尤其不能再对玉清河下手，听见没？咱们以后可要……谁？是我，银灯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我家姑娘让我来的。她说瞧见二姑娘脚上伤得重，让我送瓶上好的金疮药过来。谁稀罕？谁稀罕你家姑娘的破药？我们姑娘什么好药没有，用得着她来假好心？滚，赶紧滚！再在这碍眼，信不信我再给你一巴掌？你……哎，等等，姑娘，不厉害吧？看她以后还敢不敢来咱们院子？死嘴！你说话说快点啊！这下好了，又结一梁子。不行，一定得趁早把梨子这棵歪到姥姥家的苗子给掰正了，不然照这架势，俩250凑一块，迟早还得完蛋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这书穿的可真是太难了。姑娘，快醒醒，该起了。梨子，让我再睡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不行啊，姑娘，错过了时辰可是要挨罚的，必须要去。救命！穿成恶毒女配已经够惨了，居然还有早起打卡这种酷刑。你父亲奉旨巡边，不在家中，你就不能安生些，让我省点心吗？过来吧，过2日便是花神节，穆国公夫人做东，邀请京中好些贵女去城外的庄子上踏青赏花，正巧给你们新做的衣裳和头面都送来了，你和清河一起挑挑。这苏府不愧是辅国大将军府，还真舍得下本钱。软软先挑吧。这颜色和绣样更衬清河的气质。清河，你试试这件。姨母，还是让软软先选吧。无妨，她小孩子家，
穿什么鲜亮颜色都好。就这条吧，首饰就这个吧。软软，伤可好些了。方才那些衣裙头面，软软若是真喜欢，我晚些让银灯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母亲说的没错，那衣裙颜色和头面相式本就更适合你。你从前不是最不喜这些鲜亮招摇的颜色吗？怎么忽然转了性子？软软似乎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了。玉清河可是一个对亲表妹下手的毫不留情的大女主，肯定不会心慈手软。少给我阴阳怪气！以前是学你啊，学你穿衣服，学你说话，学你走路的样子，以为学得像了，母亲就能多看我一眼。可现在我发现，她再像也没用，母亲眼里好的永远是你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再委屈自己？索性怎么高兴怎么来，懒得争。只是这样吗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。不然呢？怎么，我大发好心让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非要我跟你抢是吧？行啊，裙子都给我，裙子、头面，连你身上这件衣裳，我现在看着也喜欢，给我脱下来。二姑娘，好了，软软，你的脚伤未愈，还需多多休息才好，早些回去吧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招惹，大家都清静。傻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姑娘，您刚才干嘛不抢啊？奴婢都准备好上手了，那套东珠头面多好看啊！说来夫人也太偏心了，什么好的都紧着表姑娘，凭什么呀？以后看到玉清河就躲，没事别往她跟前凑，更不许主动招惹，听见没？为什么呀，姑娘？咱们以前不是……你老实听我的就行。奴婢知道了。玉清河看似与世无争，实则心思玲珑，最懂得审时度势，更懂得如何利用规则和人心来达成目的。跟他作对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可抱紧他大腿当他的好朋友。算了，靠得越近死得越快，不想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吧。王爷，进。王爷，属下查到了，这只簪子出自东市古兰斋。据掌柜所言，此簪是辅国大将军夫人邱氏专门为其侄女玉清河定做的及笄之礼。玉清河是。此女双亲早年间外放夫人途中不幸遭遇流，只活下她一个。自10岁起便被接入将军府中抚养，苏夫人对其视如己出，疼爱非谄。哦，这倒有趣。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哪来的胆子算计沈昭野？又哪来的胆子得罪自己？辅国大将军苏晴这个老狐狸，难不成是他终于装不下去了，想要借着侄女入局，也搅弄一手风云？还有一事，明日花朝节，穆国公夫人在城外别庄设宴，广邀京中贵女踏青赏花。苏府女眷，包括那位玉姑娘，也在受邀之列，届时应当会前往。花朝节赏花，倒是热闹。明日，本王也去凑个趣儿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姑娘，今儿可得好好打扮。好了，姑娘，您这也太好看了吧！真的，奴婢从没见您这么好看过。以前那些月白浅碧的衣裳根本配不上您，回头奴婢就把衣橱里那些破烂全扔了。心里那点因为穿错人的郁闷总算被冲淡了些。臭猫有一点说的没错，那就是原主这张脸是真好看。姑娘，夫人遣人来催了。哎呀，光顾着看姑娘，差点误了时辰，快走快走！今儿个宴上那些贵女肯定都要被姑娘给比下去了。清河姐姐，你也太好脾气了，还在这儿等她，指不定又在屋里折腾，想着怎么打扮才能艳压群芳呢。不过啊，她再怎么折腾也是白费，谁不知道她是个草包？说谁草包呢？软软来了。哟，今儿这身打扮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吧？我看你也别白费劲儿了，脑子里没货自习上，还不是丢人现眼？关你什么事？站在别人家门口说三道四，礼部尚书府的家教就是这样的。再说，我爱怎么穿戴就怎么穿戴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？倒是你，打扮的黄不黄绿不绿的，跟刚发芽的嫩菜叶子似的。怎么，是打算去宴上当盘清炒食菜，给贵客们助助兴？你什么你？论官职，父亲是正二品的辅国大将军，而你爹不过是个3品尚书。苏软，你别得意。淑雨，软软年纪小，你让着她些，时辰不早了，莫让姨母久。哼，清河姐姐，你跟我坐前头那辆马车去，我才不要跟某些人同乘。我怕玉清河就算了，还能怕你？今日贵女云集，讲究的是清新香雅，你这般浓艳，倒显得刻意了。这衣裳头面颜色素子不愿意给，颜色俏的又嫌扎眼，合着横竖都是我不对呗？是怕我抢了你那宝贝外甥女的风头吧？待会儿到了庄子上，见了各家夫人小姐，需谨言慎行，恪守礼仪，莫要任性，丢了苏府的脸面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玉清河是铁打的女主，走到哪儿都是人群焦点。我这个小炮灰，打扮再鲜亮，也就是个背景板。婉柔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温姐姐，劳你久候了。你我之间还说这些客套话，清河丫头越发标致了，这通身的气度，瞧着就让人喜欢。秦夫人过誉了。哟，有些日子不见软软，竟出落得这般水灵了，让我险些没认出来。瞧瞧这小模样，鲜亮的跟枝头最嫩的海棠花似的，真惹人爱啊！快别夸她了，
这丫头本就不知天高地厚，这下尾巴更要翘到天上去了。要我说，还是清河这样清雅端庄的打扮更好。姑娘家贵在气质沉静。婉柔，你也别太偏心了，清河自好的，可咱们软软难道就差了？软软，你娘不稀罕你这个女儿，秦姨稀罕。赶明儿就跟秦姨回家去，怎么样？那正好，秦姐姐今儿就把她领回去，也省得整日里让我看着心烦。真要领回去也不是今天，要领也得挑个好日子才是呢。好了，站门口像什么话，快进去吧。你们年轻人不必在这儿陪我老婆子拘着，园子里景色正好，自去逛逛吧。去吧，仔细些，莫要冲撞了旁人，尤其是你，安分些，莫要生事。是，清河姐姐，我知道东边有片海棠林开得正好，咱们瞧瞧去。你们去吧。清河姐姐，咱们快走吧，苏二姑娘脚还疼着呢，就让她好好歇着吧。也好，就在这儿等开席吧。静默姐姐今日这身衣裳真好看，料子是云锦阁新到的霞光紫吧？今日花朝诗会有静默姐姐在，头筹定然是姐姐的囊中之物了。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苏家那位才名远播的二姑娘啊！苏二姑娘今日这打扮，怎么不学你那位好表姐装淑女了？哎，别走啊！苏二姑娘这是瞧见我们来了就要走，莫非是我们扰了你的雅兴？这位姐姐说笑了，我只是坐久了，想活动活动。各位请自便，谁是你姐姐？我可担不起。金墨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跟你这种草包可攀不上亲戚吧？想捏软石子出气呢？看吧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跟女主作对的没好下场。你两眼珠子转来转去的，想什么呢？莫不是在心里骂我们？我在想，乔姑娘若是觉得谁压了你的风头，让你不痛快了，自该找正主说道去，拦着我这个草包做什么？谁告诉你说我比不过她？就是玉清和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也配和金墨姐姐相提并论。不过读了几本酸书，会写几句歪诗，就真当自己是才女了。今日华朝诗会，金墨姐姐的新作定然能拔得头筹，叫她好好见识见识。那行，祝乔姑娘马到成功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乔姑娘和几位姐姐，看来今日是非要与我表姐一较高下了。是又如何？倒是不如何，只是我表姐这会儿人不在这儿，你们堵着我也没用啊。不如这样。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。这是我表姐昨日随笔新作的一句。乔姑娘既然志在诗会头筹，不若先胜过这一句，再找我表姐切磋不迟。那诗是你写的？见过玉科郡主，我回京不过3日，连宫宴都只露了一面。你这小丫头眼力倒尖，怎么还没编好？郡主说笑了，我也是猜的。郡主这通身英姿飒爽、将门虎女的气度，跟京城里那些走一步喘3喘的娇小姐可不一样，一眼就瞧出来了。嘴还挺甜。那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呢？怎么来的？做梦梦见？那真是我表姐玉清河昨儿刚做的，我就是临时用吓唬吓唬人。玉清河，你这话可不老实。千真万确，我刚看见穆国公世子亲自陪着往那边去了，快去看看。沈小将军是我心心念念的男主沈昭也，那个原著里精彩绝艺，8块腹肌，全文23万字里狠狠疼爱女主的性张力狂魔。不行，不能去。要是被玉清河撞见，我也眼巴巴凑过去看男主，那还得了？我还怎么苟到大结局啊？想看就去看啊，扭扭捏捏的做什么？那沈昭也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算了算了，一群人跑来跑去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是吗？可我好奇得很。我早在边关就听过沈昭也的名字，都说他用兵如神，最善骑射。走，你陪我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真不能去。若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我硬拖你去的，这总行了吧？真的？真的，我逢人就说是我想看沈昭也，满意了吧？满意，快走，这边。你方才不还说不去吗？我这是助人为乐。管他呢，反正有郡主挡在前面，看男主去喽。你倒是会找地方。我来的时候留意过，这里看得清楚，还不会撞见太多人。那就是沈昭也。
马上功夫确实不错，边关狼善骑射者众，但马球打得这般漂亮的，属实不多见。那当然啦！哇，瞧这脸，这身材，这扑面而来的男主气场。看男主，看男主，别想当个大反派。还真来了，清河姐姐，快看，那就是沈小将军，是不是比传闻中还要英武不凡？哎，男女主这宿命般的吸引力，果然该来的剧情总会来的。王爷，那位便是玉清河。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，也确实是那只莲花簪该配的主人。可惜，王爷，可要属下将玉姑娘请过来问话？自己去领20鞭，然后滚回暗营，重新学学什么叫查清楚。属下领罚。汇丰，王爷，围墙边那个是谁？回王爷，那是辅国大将军府的二小姐苏软，是玉清河的表妹。苏软，找到你了。二姑娘，苏夫人正四处寻您呢，让我引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吩咐。母亲找我，知道了。郡主，我母亲唤我，得先走了。晚些开席了，我再去寻你。好。还没到吗？姑娘别急，夫人就在前面凉亭里歇脚呢，转过这条路就到了。不对劲，母亲就算要训我，也绝不会选择这种僻静无人的地方。燕晨，抓住你了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我问你答，有一句假话，小心你的命。那夜为何会出现在本王榻上？完了完了，又回到宋明题了。说真话会死，说假话可能死得慢一点。王爷，我说，其实我对您一见钟情。哦，那日宫宴，我远远瞧见王爷一眼，便再也忘不掉了。所以那晚我才鬼迷心窍，想偷偷去见你一面。偷偷见本王，要见到床上去？不是，我真没想到会那样。我进屋时，王爷已经中了药，我当时又怕又慌，本想喊人，可是您力气太大，我根本挣不开。我虽心仪王爷，却也知道女子清白重于泰山，更不愿趁王爷之危，白白玷污王爷清明，所以我才会很轻很轻地砸了王爷一下。很轻很轻，可能也没有特别轻。你心悦本王。王爷明鉴，我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假话，便叫我。可你那晚趴在本王身上，喊的是沈昭野的名字。救命！他为什么连这个都记得？那是误会。我以前既没见过王爷，也没见过沈小将军，只听旁人提过名字，误以为王爷就是沈小将军来着。可不管我嘴里喊的是谁，我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王爷您啊。果真吗？王爷这样英明神武、气宇轩昂的大人物，应该不会真忍心对一个真心心悦您的小女子动手吧？好啊，那你亲我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心悦我。什么？怎么，不敢？王爷，这种事太突然了些。方才说的那么情真意切，本王还以为你早就盼着这一刻呢。亲就亲，亲一头换命一条，值了。王爷，现在该信了吧？我先告退了。有意思。
王爷，可要属下将他带回？急什么？他既不愿说实话，本王便偏要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亲了燕晨，我居然亲了那个疯批大反派苏软啊苏软！你这张嘴迟早害死你！臭猫！我在外面被反派胁迫，你竟然在这儿享受日光浴！亲亲，你冷静一点，那反派也很帅啊，亲了不亏。我小命差点就要交代在这儿了，你怎么还变样了？最近信号比较差，我寻思贴个无线网接收信号更快呢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回去玩吧。不行不行，玉清河不能惹，沈昭也不能惹，燕晨更不能惹，我得找个偏僻的乡下猫起来，等那个不靠谱的系统修好，苏府不能久留了，今晚就跑路。风筝，我的风筝，我的风筝。别哭别哭，不过是个风筝，姐姐再找人给你做个更漂亮的好不好？不要，这是我娘生前给我做的风筝，我不能不要它。这样啊，那姐姐帮你拿下来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可是树很高，试试看嘛。姐姐小心！没事儿，拿到了。姐姐好厉害！舅舅，沈昭野，他怎么来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！小心！帅，太帅了！我8块腹肌是真的。要是能亲一亲，再摸一摸。苏儿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全京城谁不知道苏二姑娘痴恋沈小将军？那我方才编的瞎话岂不是全露馅了？苏儿姑娘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喏，你的蝴蝶拿好。谢谢姐姐。下次别再往树底下跑了，知道吗？乖。你的手，姑娘擦伤了，我带姑娘去处理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就蹭破点皮，不碍事的。你清醒一点，他是玉清河的男人，靠近他你不要命了。可是真的不用，沈小将军放心，我没那么娇气，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。宴会快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舅舅，漂亮姐姐是不是不喜欢你呀？怎么跑那么快？不喜欢吗？苏冉从前只要一见到我，便拼命往前凑。走吧，送你回宴上。那可是沈昭野啊，是我当初不惜掏空储蓄也想体验的剧本男主角啊！要是能……苏冉，你想什么呢？那可是玉清河的男人，是女主官配。我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当务之急是收拾细软跑路，越快越好。还知道回来，这般重要的场合姗姗来迟，成何体统？女儿方才在园中赏景，一时迷了路，并非有意迟来。迷路？这庄子能有多大？先坐下吧，安分些。今日花春，光是赏花品茶，未免单调了些，不如弄些诗文助兴。此乃青玉鹤，是南边来的稀罕物。今日便以此兰为题，请诸位姑娘即兴赋诗，届时择出3甲。至于彩头嘛，这宗养乳玉如意，便赠与今日花朝宴的诗魁。我只求这场宴会赶紧结束，好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跑路。沈昭也看我了，还对我点头了，何意味？素萼凝寒露，清姿傲小霜。幽香非自赏，鹤影入云长。玉姑娘这几句托物言志，风骨清奇，果真是好诗啊。金墨也用心了。
阮妹妹，香都快燃尽了，你怎还未动笔？静默姐姐，快别为难苏二姑娘了。谁不知道咱们苏二姑娘只爱脂粉钗环，不喜诗书笔墨，怕是连字都未必认得全呢。让她作诗，岂不是有些强人所难？乔姑娘，诗绘本是怡情雅士，讲究有感而发。软软她玉姑娘这是护短呢。谁不知道玉姑娘你人品贵重，学问更是顶顶好的？怎么？难道是怕阮妹妹抢了你的风头不成？可恶的乔静默，明显就是拿我当枪使，针对玉清河。我这恶毒女配的体质，真是走哪儿都躲不过被当靶子的命。赵王殿下到！参见王爷。他怎么来了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都起来吧。本王今日得闲，过来凑个热闹。诸位且乐自己的，不必拘谨。谢王爷。方才是在品诗，倒是本王来得巧。正是呢，姑娘们正以青玉鹤为题赋诗，若有幸得王爷评点一二。既如此，本王也不好白白做着考官，便凑趣儿添个彩头吧。诗都写完了。完了完了！回王爷，一炷香时间将至，诸位姐妹的诗稿大多已呈上，唯有苏二姑娘尚未动笔呢。乔静默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老拽着我这个炮灰垫背干什么？哦，哪位是苏二姑娘？王爷，臣女在这儿。既然大家都写了，苏二姑娘便也动笔吧，莫要扫了大家的兴。拿来。什么？他还要亲自看？完了完了，他会不会当场翻脸？毕业凝霜刃，孤芳出浴池。不求蜂蝶故，自有鹤心知。春风墨香问，幽意寄云崖。这首诗哪来的？此诗当为今日之魁首。苏夫人，你府上真是养出了两位好姑娘，一文一雅，令人羡慕啊！夫人谬赞了，这家伙分明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这真是那个草包做的。苏二姑娘还真是深藏不露，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，倒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。王爷，臣女素来仰慕才学之士，今日见苏二姑娘诗才如此高蹈，可否请王爷随意再出一题，让我与她再比试一轮？听起来倒是有趣，不过既然要比，光比试未免单调，不如压注如何？赌一赌，究竟谁能赢？诸位，请吧。苏二姑娘，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。你可千万比就比，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只管好好比，输了赢了不重要。谁要敢在你背后胡言乱语的嚼舌根子，我亲自帮你撕了他的嘴。去吧。我也信漂亮姐姐会赢。姑娘尽力一试即可。沈小将军用兵如神，想必看人也是独具慧眼。本王也跟压一回。苏二姑娘，可莫要辜负本王与沈小将军的期待啊！这是威胁，我写的不好，绝对活不过今晚。请王爷出题吧。那便以这落花为题吧。是。还请王爷品评。来，让老身先睹为快。红雨辞高树，香魂鬼地清。蝶风空绕影，车马不留情。寂寂埋芳径，凄凄诉晚晴。东风何太急，吹散满园莺。苏二姑娘，你可要快些了，毕竟这香可不等人呢。红藕香残玉殿秋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怎么可能？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这词句实在至极至妙，别说今日花朝宴，就是过往10年，也从未见过有更好的。那是自然，这普天之下，谁写春情能写得过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啊？抱歉啊，李大才女，实在是这欺人太甚，我这才斗胆借用您的大作教训教训她。莫怪莫怪啊。乔姑娘，你觉得如何？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苏二姑娘不愧为魁首。婉柔，软软可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！此番比试胜负已分，苏二姑娘是今日花朝宴上当之无愧的魁首。怎么会这样？实在承让了，京城第一才女。快扶乔姑娘去厢房休息，请府医来看看。让你嚣张，气死你活该！真是
好有趣一只小狐狸，从前怎么倒没发现？这也叫不认识吗？今日还真是不虚此行，看了几首好诗，也看了一场好热闹。本王乏了，先走一步，诸位尽兴。软软今日可真是给秦姨长脸了，那诗做的连王爷都亲口夸赞，往后看谁还敢乱嚼舌根说你是个小草包。婉柔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过2日我设个小宴，专程下帖子请软软过去，你可不许拦着。这孩子我瞧着就投缘儿，届时定让他过去叨扰。软软，到时候可一定要来，秦姨亲手做桂花糖藕给你吃。谢谢秦姨。苏夫人，请留步。夫人让老奴追出来，亲手将这个赠与苏二姑娘。这金钗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之物，压箱底好些年了。今日瞧着苏二姑娘鲜亮明媚，与这簪子正相配，便特意让老奴找出来。既是国公夫人厚爱，你便收下吧，好生谢过夫人就是。多谢国公夫人赏赐，劳烦嬷嬷代为转达软软的谢意。苏二姑娘客气了，夫人还说今日一见未免仓促，还望姑娘得了空多来府上坐坐，陪她说说话。上车回府，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你跟我来。姑娘，夫人怎么瞧着不高兴啊？您今儿不是给府里长脸了吗？没事，你先回花昭阁去，把我那双软底鞋找出来，脚疼。可是，去吧。都下去，跪下。今日那2首诗，当真是你所写？别想着编话来糊弄我，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几斤几两我能不清楚？从小你念书就不成器，先生教的字都认不全，更别说那些诗词歌赋的规律用典。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作诗？这怎么解释？说自己本只想安安分分当个草包，却被那该死的赵王逼上梁山。哼，不吭声，心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的什么主意，又是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又是当众作诗出风头，不就为了压清河一头？我没有，从小到大你就爱跟清河争，他得件新衣裳你要，他得支新簪子你也争，就连他读书识字你也吵着要请先生，结果呢？先生请来了，你3天打鱼2天晒法，最后连字都写不利索。从前你年纪小，那些钗环玩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当你孩子心性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现在变本加厉，为了争这一口气，为了出这个风头，你连当众撒谎作弊都做得出来。你这是拿苏家的名声当儿戏。母亲，今日之事并非我主动挑衅，是乔金墨欺人太甚，他针对表姐，却拿我这个草包开刀，当众羞辱。难道我就该任由他欺负，缩着脖子不吭声吗？你还敢顶嘴？乔金墨如何？那是他没教养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搅和？罢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去祠堂跪着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再出来。重要，这场诗会对玉清河很重要。难道没记错的话，这场花朝宴在书中也发生过，只是那时原主被玉清河设计反杀，苏府因丧事错过了宴会，而没了玉清河在诗会上挡路，乔金墨顺利拿下了魁首。后来没多久，穆国公府便下聘乔家替小世子穆怀生求娶乔金墨。今日这花朝诗会，分明是穆国公夫人借着由头给他那正式婚龄的孙儿物色良配。母亲怕是早看透了这层意思，才存心想让玉清河崭露头角，博得穆国公夫人的青睐。难怪母亲这么生气，原来是气我挡了玉清河的好姻缘。苏软，我知道有些话你憋了太久，如今我继承了你，便理应替你把这些话都说出来。母亲说了这么多，女儿却只有一个问题想问。母亲今日这般生气，到底是气我丢了苏府的风头，怕我耽误了她的好姻缘？你这是在怨我？难道不该怨吗？母亲口口声声怪我处处与表姐争抢，可若母亲不偏心，表姐有的我样样都有，我又何须去争去抢？母亲嫌我不学无术，是个草包，可若母亲有将对表姐的一半心思用在我身上，我至于被人嘲笑这么多年吗？母亲，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到底我和表姐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放肆！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知道，母亲一直觉得我碍眼，心里巴不得没有我这个女儿。您放心，很快您就能如愿了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奴方才在外头瞧见二姑娘哭着跑出去，别跟我提那个孽种。夫人且消消气，二姑娘年纪还小，您跟她置什么气？清河比她大不了多少，怎么清河就那么懂事？您平日里对二姑娘确实拘得紧了些，连你也觉得我偏心？老奴也是看着二姑娘长大的，她跟表姑娘争的是什么？难道你以为我想这样？当年将军蒙冤入狱，是清河父母冒着危险替咱们藏身。后来将军虽平反出狱，可清河父母却因受牵连被贬外放，就活了他一个。夫人，您的苦处老奴知道，可这些二姑娘不懂啊，她小小一个人，心里该多苦啊。二姑娘还小，纵然有什么不对，您再慢慢教就是，别太急，也别太狠了。先让她回自己院子待着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出门。你晚些时候过去一趟，把那瓶化鱼膏给她送过去。是，夫人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被夫人训了？原主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？我受够了，我必须要赶紧跑路了。梨子，快，我们现在就收拾包袱，马上走，我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怂得要死，胆子倒是肥得流油。王爷念出的那首惊艳全场的诗，根本是王爷自己临时编的。王爷，今日花朝宴上的对赌，您怎知苏二姑娘是故意藏辱，
一定能胜过乔姑娘。你一早便拿出王府司令来压住，是否太过冒险了？本王想让他赢，他就不会输。属下多嘴了。吩咐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回王爷，一切都已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。王爷果然来了。王爷小心！哈哈哈哈！竟敢暗杀本王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也罢，本王便陪你们动动筋骨。王爷小心！小心！王爷快躲开！王爷！小心毒烟，别让他跑了！快追！快追！不必了。参见大人。燕尘啊，燕尘，你不是神通广大的很吗？居然这么轻易就死在了我手上。此地名为断云崖，顾名思义，剑从上往下看，连云都像是被拦腰斩断的。莫说是人，便是飞鸟从此处失足，恐也难逃粉身碎骨的下场。更何况我这灸雨清之毒，见血封喉，就算是大罗金仙，也活不过1个时辰。纵使你姓燕的有通天的能耐，此刻也该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了。收拾干净，天亮之前，这里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。丑猫，我命苦啊！穿错人就算了，还要天天担惊受怕被反派威胁。有个便宜娘还偏心到姥姥家去了，好不容易跑出来，还要差点被卖进青楼当花娘。快松手，本猫要呼吸不上来了。快把你脑子里进的水摇一摇。你真是我带过最笨的一届宿主。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喂，别啊！不行了，梨子，我真游不动了，让我歇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不行啊，姑娘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咱俩不见了，肯定会追上来，到时候再把咱们抓回去，可就真得被卖进窑子里了。我说，梨子，我让你找个靠谱的船，你怎么找上做人贩子船啊？那船家说他们正好要运货去南边，看我们2个姑娘家不容易，可以免费捎我们一程。我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谁知道他们居然安的是这种黑心肝。2位姑娘放心，俺们这船正好运货去扬州，这时候江南正是好风光呢。2个厨儿，模样标致的很，卖给扬州醉春楼的刘妈妈能赚不少呢。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小姐，这种货色最抢手了。梨子啊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这话是没错，但还有一句话更没错，那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姑娘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行了，赶紧游吧，先扑头上岸再说。我不想进青楼当花娘。姑娘，咱们活下来了。梨子，你发什么疯？姑娘，那儿有一个死人。死人？怕什么？说不定只是晕过去了呢。我去看娘别去，万一是水鬼呢？我娘说淹死的人会大半夜飘到岸边找替身的。让你娘少看点话本子。是燕尘，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应该在他的昭王府里算计他的皇侄，谋划他的篡位大业吗？姑娘是不是死了啊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
还没死，我们走。可是那郎君好像伤得很重，咱们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？别废话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哪有功夫救人？难道你想被抓回去卖进青楼吗？那咱们得跑快点儿！烦死了！怎么了？快走！姑娘愣着干什么？江路一，你真是，你这个圣母白莲花，活该你专程跑回在这受苦受难，你会后悔的！哎，姑娘，你干嘛去？梨子，快搭把手！不是不救吗？少废话，快点来帮忙，不然他待会儿真死在这儿，变成水鬼第一个找你。来了！姑娘，他能活吗？这郎君生的是不错，姑娘趁人之危也不好吧？况且人家都已经伤成这样了。梨子啊，你也少看点话本子吧，你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要给他检查伤势，他胸口有伤，我得看看他伤成什么样了。不扒开衣服怎么看？隔着衣裳望闻问切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奴婢还以为你想那个啥人家呢。梨子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包袱里带了伤药吗？有没有带金疮药之类的？这倒是没，咱们跑得急，哪想到带那个啊？等等，这个走之前张嬷嬷不是替夫人送了瓶过来吗？我当时顺手就给塞包里了。姑娘，这个行吗？勉强吧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用上去再说。行了，你害怕就去旁边待着吧。好烫，果然烧起来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还是得尽快找大夫看看。姑娘，奴婢力气大，现在就背他去。不行，他这样子明显是被人追杀，城里的医馆多半早被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拿着银子去医馆，把大夫请来，别提伤者模样，多添些银子也无妨。好。梨子，这回可要争点气啊！这样好点吗？这人额头烫得吓人，手脚却凉得跟冰窖捞出来似的，不会没等梨子回来就撑不住了吧？燕晨，你可要撑住啊！听见没有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江里捞出来，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我岂不是白忙活一场？别杀我母妃！这是做噩梦了。母妃听着梦中一语，倒似有什么隐情。晨儿别怕，母妃来救你了。母亲，晨儿，母亲，别怕。不，你醒！我杀了你！不是，放开我！啊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，是你先动手的，我这顶多算正当防卫。是他爆炸的。你摸我脸干什么？哎呀，疼！你干嘛突然松手？我还……这是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，您先把这东西拿开。别动，说实话，本王没耐心听你编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啊？我辛辛苦苦把你从江里捞上来，守了你一夜，一醒就喊打喊杀，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自己看看，我把唯一一件披风都给你盖了，我自己冻了一晚上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要想害你，还能等到现在？王爷要是不怕忘恩负义的名声传出去，就赶紧动手吧。好啊。等等，王爷英明神武，心胸宽广，怎么会跟我一个小女子计较呢？对吧？本王也闹着玩的。哎，你伤那么重，起来干什么？这伤位置似乎有些熟悉。这伤应该是王爷在江里被石头撞的。您不知道，我捞您上来的时候，您身上好几处淤青呢，估计是顺着河水冲下来时磕磕碰碰弄的。万幸没伤着骨头。王爷您伤得重，千万别再乱动了。我的丫鬟梨子天没亮就跑去城里给您请大夫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王爷渴了吧？饿不饿？我出去给您找点干净的水和吃的。怎么，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你跟那沈昭也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不见说这些？看来那老东西炼的屁毒丸倒还真有几分用处，连九羽青都能解。梨子啊梨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再不回来，你姑娘我的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说吧，这次又干嘛？是系统修复好了吗？嘿嘿，那倒不是啦，本喵检测到反派燕晨对你的好感度波动异常，让你把握住哦。目前燕晨对你的好感度达到了25呢。25？谁稀罕啊？就他这样，干掉我是迟早的事儿。不会的，燕晨快醒了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苏软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赶紧滚下来！本王可不是沈昭也，你要是真摔下来，
本王可没那份闲心去接你。王爷怎么知道沈小将？怎么知道我之前从树上掉下来过？本王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件，还想听听别的吗？不用了，王爷英明神武，知道什么都是应该的。爬那么高干什么？梨子天没亮就去找大夫了，这都快一整天了，就算爬都该爬回来了。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站高点，想看看能不能瞧见点踪迹。结果呢？什么也没看到。王爷你已经能走路了，烧退了，应该是没事了。那行，王爷您既然已经无碍了，咱们就此分开吧。我得找梨子去。梨子那人傻乎乎的，遇上坏人他应付不来的。不过就是个丫鬟，丢就丢了，待本王回了王府，再陪你几个便是。不愧是冷血大反派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丫鬟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丢她，姑奶奶先把你丢了。又在心里骂本王什么？哎呦，王爷吹笑了，我哪敢啊！梨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也是我把她带出苏府的，我不能不管她。不许去！为什么？本王在此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，所以在本王的事情办完之前，你不许离开。我发誓，绝不将王爷的行踪泄露半分。你这样满嘴谎话的女人，在本王这儿可没有一点信用可言。王爷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那行，那我不走了。行，你不让我明着走，我等你睡着了偷偷跑总行吧？张嘴！干什？你给我吃了什么3尸丸，剧毒，7天之内若没有我的解药，就会肠穿肚烂，痛苦而死。敢跑，你就死定了。眼晨，你这个疯子！你恩将仇报，你不得好死！早知道就该让你烂在江里喂鱼。梨子啊，梨子，你可千万要好好的。你家姑娘，我现在是彻底跑不掉了，只能靠你自己回来了。怎么还没消息？夫人，怎么样？外头有消息吗？老奴让人拿着二姑娘的画像，把城里但凡能落脚的地方都问遍了，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。姨母，夫人仔细身子，您都2天没合眼了，这样熬下去怎么受得住？这孽障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夫人，眼下这情形，光靠咱们的人怕是难找了，要不咱们报官吧？不能报官，软软是个姑娘家，让满京城都知道她夜半失踪，往后怎么做人？她才16岁，还没说亲呢。这名声要是坏了，她这辈子就毁了。可这不报官，咱们上哪儿找去啊？你先让我想想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姨母先别急，方才我又去花朝阁仔细看过一遍，屋子里整整齐齐，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。衣柜里衣裳少了几件，装残里少的首饰也都是便于携带的细软。嬷嬷让人悄悄去码头车马行打听，总得雇车乘船，这些地方才最可能留下踪迹。表姑娘说的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所以至少可以确认，软软是自己离家出走的。离家出走？她为什么要走？那日是凶了她几句，可那也是为她好啊。她既带了银钱衣物，便是有所准备。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乱，而是稳。姨母先喝口茶，暖暖身子。清河，你说软软她会不会出什么事？那日诗会上你也瞧见了。软软不是没主意的人，只是闹小孩子脾气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姨母，仪仗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对，你仪仗。前日他来信，再过3、4天就该进京了，我这就写信让他尽快赶回来。他手里那些亲兵找起人来强100倍。苏软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算时间，魏峰应该已把消息带回京城了。不知我那好侄儿听闻此讯，是会真心实意的掉2滴眼泪，还是迫不及待清洗朝堂，拔起我的势力？哼，还跟我闹上脾气了，幼稚的表达不满，有点意思。不想盖着睡，难不成想我抱着睡？你那丫头叫什么来着？干嘛？不知道名字，怎么让人帮你找？真的？你肯帮我找她？所以，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梨子，她叫梨子，我就知道。王爷您看着冷，心肠却最好了。可是，在这荒郊野外的，您的人能找到这儿吗？这是信鸽，真是好大的鸽子啊！信鸽，那种蠢物也配合本王的掠影笔？去找块布来。这行吗？速至临安镇。王爷，您怎知此处靠近临安镇的？你不是说顺水而行2个时辰后逃生？依当时水速估算40里水路，沿两岸推算，距离最近的便是临安镇。拜托，一定要找到梨子。可以睡了。
了。蠢女人，你才蠢，你全家都蠢。来来来，都有份儿啊！这位公子，你这腹肌练得不错，就是略硬了些，不够 Q 弹。摸够了吗？再摸摸，再摸摸。我们怎么睡在一起了？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这话应该本王来问吧。昨晚某个女人大半夜的喊着冷，没骨头似的往本王身上拱，本王推了3次，你又缠上来4次，最后干脆把本王当成人形暖炉，手脚并用缠得死紧，怎么都掰不开。那只手在本王身上摸了一整夜，拉都拉不开，皮都快被你摸皱了。江路仪啊，江路仪，你这个大黄丫头，什么都摸，只会害了你啊！怎么？苏二姑娘摸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现在怎么倒知道羞了？谁开心了？我那是梦见在摸小猫小狗来着，谁让你自己离我那么近的？哦，你是说本王长得像小猫小狗？你当然不像小猫小狗，你像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。反正我不是故意的。放心好了，苏二姑娘不用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。昨夜那些就当本王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王爷真是心胸宽广。也就还行吧。好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不去找你那傻丫头了。找！王爷你慢点，小心脚下，伤口还疼不疼？要不我背着你。那个早上就吃了个野果，不顶饿。先住下，吃点东西。二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，要2间房。二位这是小两口闹别扭了？不是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。姑娘，小两口闹别扭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何必分房睡伤感情呢？我们真不是。再说了，最近咱们镇子上不太平，有采花大盗出没。您二位要是分开住，万一那采花贼半夜摸进您屋里，您说那可怎么办？掌柜的，多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关系，还是开2间房吧。至于采花贼，他要是敢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2个我揍一双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听他的。得嘞，2楼左转，天字1号和2号房，2位请。这是夜明珠，客官，这小店小本经营，实在找不开啊。多的送一桌饭菜上来，再送2套成衣。是，小的一定给客官办得妥妥当当的。王爷，你疯了！我有银子，真的虽然不多，但住房吃饭肯定够的。你那夜明珠一看就价值连城，拿去当房费多不是说亏呀！跟我不是那种关系啊？既不是那种关系，苏二姑娘又替本王省什么钱？败家，太败家了！哼，土大块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！姑娘，您的热水和衣裳送来了。姑娘瞧瞧，这料子虽比不上您身上这件，但在咱们临安镇已是顶好的了。有劳了。您客气，您客气。终于活过来了。谁？外面是谁？说话！叶晨，开门！王爷，救我！怎么了？有采花贼，刚才就在我房间外边，好可怕！王爷救我！你不是说不怕贼，还说来一个打一个，来2个揍一双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这会儿怎么怕了？那是我吹牛的，王爷，我真的害怕，求你别赶我走。可这深更半夜的，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。不行，我们就是那种关系，我不管。客官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方才好像听到姑娘惊叫。好看吗？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爷饶命啊！滚！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1跟我睡，2回你房间跟采花贼睡。来吧，睡吧。就这样睡啊？那你想怎样睡？就这样睡吧，挺好的啊！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放心，本王对你这种身无2两肉的小丫头根本没兴趣。明明就发育的很好，好吗？王爷，进。别走，我害怕。先出去，明日再说。是。王爷不仅任由这位苏二姑娘砸伤了自己后活到现在，还默许她一路跟随，同处一室，甚至同她而眠，甚至连正事都肯为她压到明日。这哪里还是那个运筹帷幄、杀伐果断的昭王殿下？
麻烦精。王爷，不对劲。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临安镇内外眼线皆已肃清，回城的路线已占明，沿途布了暗哨，随时可以动身。这效率也太吓人了。在那站着干什么？滚下来用膳，待会儿要走了。要走，现在就走。那梨子还没找到呢。姑娘放心，人已经找到了，带进来。梨子，你们干嘛捆他？别怕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他解开啊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。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谁欺负你，姑娘我一定给你报仇，好不好？就是他带着好多人突然冲出来，把奴婢摁住，我一直挣扎，他们就把奴婢捆起来了。苏姑娘，属下并非有意为难这位姑娘，实在是没有法子。只是找到她时，她死活不肯跟我们走，还抄起路边的扁担追着属下打了半条街。后来她又一直大哭大闹，属下怕动静太大，暂时将她制住。谁让他们鬼鬼祟祟的，突然冒出来说要带奴婢走？那你不该不给她吃东西啊？看看好好一个丫头都给饿脱相了。不是的，姑娘，他们我送吃的来着，但我怕给我东西有毒，没敢吃。唉，算了，先跟我回房间去收拾收拾，换身干净衣裳，再吃点东西。可算活过来了。对了，之前让你去找大夫，怎么一去就没影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奴婢那天走了一夜，天亮才进了镇上，很快就找着了个坐堂的老大夫，结果还没出镇子，远远就瞧见张嬷嬷正带着人到处找姑娘呢。这么快就找来了？然后呢？然后奴婢就慌了呀，所以奴婢就赶紧带着大夫往山里头绕，想从小路回山洞，可那山路七拐八绕的，黑灯瞎火又看不清，走着走着，果然这丫头办事10次有8次要出岔子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梨子，你赶紧吃，等你吃饱了，咱们收拾一下就赶紧启程，再耗下去得出事儿。苏二姑娘，王爷让属下来问问，姑娘可收拾好了，可以准备启程了。差点忘了件事，还没找燕晨要解药呢。梨子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我回来。你家王爷呢？王爷在房间里。什么事？怎么没见过？那能要吗？王爷您能不能注意点影响？影响？本王在自己房里上药，你闯进来，倒怪本王不注意影响。把解药给我，我拿了就走。王爷这什么意思？本王上药不方便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药上了。这男女授受不亲的，多不好啊！授受不亲，饶是再授受不亲，苏二姑娘与本王也亲过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。再说了，我这伤口也是你昨晚压裂的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该负责吗？坐下。愣着做什么？上药啊！苏二姑娘，你就这么馋本王的身子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啊！哼，药上完了，可以给我解药了吧？解药？本王什么时候说过你给本王上药，本王就会给你解药了？燕晨，你都已经和你那些手下接上头，准备回京城了，为什么还不给我解药？本王说过，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办完，自然会给你解药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得乖乖跟本王回京，等本王把事情办完。我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跑出来的，要是现在回去，不说以后插翅难飞。哦，那本王就爱莫能助了。毕竟解药在本王手里。不过看在你帮我上药的上，我可以快传嘉奖，应该能到。这样的话，你在毒性发作之前，还能赶上吃今年扬州第1耙的黄花鱼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算你狠！苏二姑娘，半个时辰后启程。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！活该。姑娘醒啦！姑娘这一觉睡得可真沉，奴婢都进来看了3回了。这是哪儿？庄子呀，王爷在京郊的一个庄子，烦死了。后院好大一束粉樱花，开得可好了。花有什么好看的？能有金子好看吗？那确实金子更好看。好丫头，姑娘，你说王爷是不是打算让您留下当王妃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您昨晚在马车上睡着了，后来车停了，还是王爷亲自把你抱回房间来的呢。姑娘，依奴婢看，王爷对你可真好。
样貌好，身份高，对你又上心，比那沈小将军也不差什么。王妃听起来也比将军夫人威风多了，要不你就从了王……闭嘴！再乱说，我缝了你的嘴！傻丫头，要是知道燕晨随手就给自家姑娘喂了颗长传毒烂的毒药，不知道还说不说得出这种话。算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的待会儿。奴婢刚说的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烦死了！王爷，你干什么？见过虎吗？没见过。那本王带你去看。不用了吧，我对老虎不感兴趣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别怕，这畜生虽凶，但被关了这么久，饿也饿得没脾气了，比刚回来时老实多了。来，你喂。王爷，我可不可以不喂？哎，你慢点儿。看看他的眼睛，像什么？我看不出。像你，看着老实，努力缩着爪子装乖，但其实满肚子坏水。别动！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看起来像是已经被驯服的大猫，但其实呢，肉没了怎么办呢？这虎是本王当初亲自带人入深山猎来的，折了好几个好手，金贵得很，总不能让它饿着吧？不如就用你这只手来喂，又白又嫩的，它肯定很喜欢。王爷，您别开玩笑了。开玩笑？本王从不开玩笑。不要！王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求王爷您明示，饶了我。我给你的令牌呢？什么令牌？还装傻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令牌我赢是赢了，可离家出走的时候根本没带走，那令牌肯定还在苏府，在我的装茶或者哪个抽屉里。王爷若不信，大可以派人去搜。是吗？那你说说看，这又是什么？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谁？王爷，是我，陆都护，好久不见。陆都护，这么晚，想去哪儿？王爷饶命，属下知罪，求王爷饶命。哦，何罪之有？属下听信谣言，误以为王爷遇刺身亡，心中悲痛惶恐，乱了方寸。王爷别见！陆都护得罪了。现在记起来了吗？你竟敢背叛王爷，于路中设伏劫杀！属下受王爷知遇之恩，绝不敢背叛王爷。况且王爷从穆家庄子去杜国寺的行踪虽隐蔽，但知晓之人也不止属下一人。王爷为何独独怀疑我一人？知道我要去杜国寺的人确实不止你一个，但知道我那条路线的就你一个。属下，本王早就知道我那好侄儿燕云记在我身边埋了只小鬼，只是一直没有确定这只小鬼究竟是谁，所以我给你贺渊、程荣之分别传了信，但出发的时辰、途径的路线却是3条完全不同的。本想一条路试过去，看看谁会迫不及待会跳出来，没想到第一条路就把你引出来了，倒也省了本王不少功夫。所以这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圈套，你设计假死也只是为了……答对了。王爷，今日之事是属下猪油蒙了心，万死也不足信。但求王爷看在属下多年为您出生入死的份上，饶过属下的家人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饶过他们？你可知本王当年就是被先帝饶过，如今我那皇帝侄儿的头上才日日悬着一把利剑，扎得他寝食难安。如今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我又怎么会任由10年后的我自己头上也悬上这么一柄剑？一个人走黄泉路上实在太孤单，本王一定会送你全家团聚。燕晨，你这个魔鬼，你不得好死！陛下一定会为我报仇。王爷，苏府那边有动静了。王爷料事如神。哪来的？这枚司令果然出现在了陆启白的心腹萧齐卫秋叶手中。王爷死讯传回京城后，秋叶便手持这枚司令，将王府内留守的200私兵通通召出城外，在段云崖附近设伏射杀。幸而王爷早有部署，暗中替换了部分人手，又提前示警，
苏软，如果从最初的误入寝殿，到江边的巧合相救，再到这枚恰到好处出现的司令，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，那么你会死的，比陆弃白，比我过往下过手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惨，1000倍、10000倍。况且司令那么招摇的东西，花朝宴上所有人都看见他归了我，谁若真动了心思想偷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总不能就因为经了我的手，这黑锅就要算在我头上吧？嘴倒是挺硬。王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。本王给过你机会解释，可你的解释太敷衍了。养不熟的畜生，杀了！伤到哪儿了？又没伤到，哭什么？我怎么就不能哭了？我招谁惹谁了啊？我就想离开那个家，找个地方好好活着，我有什么错？早知道你是这么恩将仇报的人，我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江里算了。闭嘴！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包扎啊，不然等着血流干吗？哦，站都站不稳，还哭那么大声。魏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王爷要带我家姑娘去看大老虎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真老虎呢。王爷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要是敢这时候闯进去，信不信他把你……不就是看老虎吗？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走吧。哭什么？他是在心疼自己，是因为自己替他挡下那一爪才伤成这样，所以在自责，在难过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不疼的。骗人！这伤一看就很疼，幸亏那一爪子没挠在我身上，不然我肯定痛死了。所以你哭成这样，不是因为担心我。苏软，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又怎么了？我是为了谁才受这么重的伤？啊，是为了救你的小命，结果你就只想着你自己。我疼不疼死不死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疼不疼死不死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我看老虎，拿刀比着我，我会躲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你惹出来的事，你分明是自作自受。我自作自受，滚出去！你别动了，你看你又弄裂了。不用你管，滚出去！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要不是为了解药，你看我管不管你？宿主，你在干嘛？反派燕尘的好感度在急速降低，马上要到负数了。要是变成负数，你一定会死的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是他太过分了，非要拉我去喂老虎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啊！既来之则安之，快回去哄哄他吧。好了，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？若不是王爷替我挡那一下，大人有大量，让我先把血止住。你能不能轻点儿？装什么装？矫情狗男人！我轻点。好了，你捆粽子呢？我帮您再整整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王爷，您现在该信我了吧？不信，本王给你一个机会，1个月把这人找出来。若找不出，这黑锅你背，你这个人也得死。意思是让我回苏府，不用等了，您现在就把我杀了吧。放心，本王自然有法子。早死晚死都是死。王爷，玉科郡主来了。玉科，那个拉着我一起看马球，又在花朝宴上帮我压住的镇北王府郡主，他怎么来了？去吧，接你的人来了。以后有什么信儿可以直接传给郡主，他知道，本王就知道了。等等，这话里的信息量有点大，难道说燕尘竟是从这么早开始就已经和镇北王暗中搭上线了？玉科回京为质，莫非也是这盘棋里的一步？你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？没想什么。王爷，您看我都要回去给您当探子了，那30丸的解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呀？拿去吧。多谢王爷。这药只能延缓30丸药效，发作的时间刚好也是7天。你说什么？权宜之计罢了。像你这种满嘴谎话又没良心的女人，本王总得多提防这些才是。放心，时间一到，本王自会差人给你送药。王爷，郡主那边。去吧。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
怎么知道我脚的尺寸？这也太合脚了。我可不知道，知道的是另有其人。我向来不在这些衣裳首饰上多送心，今日从里到外这些，样样都是别人提前精心备好的，我只负责顺手给你捎来，再把你打扮漂亮带走。哼，他折腾我这么久，对我好点那也是应该的，我用着心安理得。好了，既已准备妥当，咱们就走吧。再拖下去，回城天可就黑了。苏软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面前，把给我的羞辱1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姑娘，慌什么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姑娘恕罪，奴婢有要紧事禀报。说，这几日奴婢一直按姑娘的吩咐，悄悄守在辅国大将军府斜对面的茶台上，盯紧了苏府的大门。然后那苏二姑娘自打花朝宴回来，就跟刷进壳里的乌龟似的，再没露过面，连秦夫人府上送去的赏花帖子都被苏府以各种理由给婉拒了。她当然没脸见人，凭她也配夺魁？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如今怕是躲在家里，生怕被人戳穿。怪就怪在这儿呢，苏二姑娘闭门不出，可他们府上那位张嬷嬷却带着几个下人一趟趟的出府，神色匆忙得很。奴婢觉着不对劲儿，昨日悄悄跟了一路，您猜怎么着？少卖关子！是，那张嬷嬷拿着卷画像，在城南码头车马行那些三教九流扎堆的地方，偷偷打听一个年轻姑娘的下落。画像，你看清了？看清了。虽说奴婢只远远偷看了一眼，但瞧着那眉眼轮廓，至少有8分像苏二姑娘。一个尚未议亲的闺阁小姐，悄无声息的不见了踪影，苏府却不敢声张，只敢偷偷摸摸的找人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说明这苏二姑娘丢的不太光鲜，苏家消息传出去，坏了苏二姑娘的名声，将来可就不好说亲了。不错，一个未出阁的贵女，悄无声息的失踪了几日，这其中的遐想空间可就太大了。遭了匪，与人私奔，无论哪一种，都足以让那个贱人万劫不复。姑娘，这可是天赐良机啊！要不要奴婢趁机把这消息散出去，让满京城都知道苏二姑娘不知廉耻，居然夜半失踪？你一个丫鬟，就算把舌头说断了，又能掀起多大风浪？那些市井油盐，真真假假，苏府若铁了心要武，随便编个去庄子上养生的借口，就能搪塞过去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大好机会溜走？姑娘，花朝宴上他让您那般难堪，这口气您咽得下，奴婢可咽不下。咽？我闭门不出这么多天，也该出去走走了。去备一份帖子，就说我久仰苏二姑娘诗才，今日特去府上讨教。再把平日与我相熟的陈侍郎家、李尚书家、王翰林家那几位姑娘都一并请上，一同去苏府热闹热闹。姑娘高明，苏府就算想编借口，也堵不住这么多张嘴。到时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苏二姑娘这名声可就真真的臭了。既然知道，还不快去备车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苏软啊苏软，你让我在花朝宴上沦为笑柄，让我被父亲禁足受罚。今日我便要你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，什么叫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且好好等着。夫人，先擦把脸吧。还是没有消息，是不是？据京城方圆50里的客栈、民宅，甚至荒庙破圈，老奴都带着人悄悄寻遍了，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。码头车马行也反复问过，这几日并无年轻姑娘单独雇车船离京。她一个大活人，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夫人千万保重身子。二姑娘吉人天相，定会平安无事的。老奴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再往外扩30里，沿着官道和水路继续找。将军那边也接到了信儿，回话说以日夜兼程往回赶，最迟明日便能抵京。将军手下能人多，定能找到二姑娘的。夫人，乔姑娘来了。哪个乔姑娘？是御史大夫乔大公家的乔姑娘，说久仰二姑娘诗才，今日特来府上讨教诗词，还带了陈侍郎家、李尚书家、王翰林家好几位姑娘一同来的，此刻已经到二门了。夫人，这乔姑娘来的蹊跷，莫不是她从哪儿听说了二姑娘不在府中的消息，故意带着人来寻衅找茬？去告诉乔姑娘，便说二姑娘昨日感染风寒，病体未愈，不便见客，请各位姑娘先到花厅奉茶，我稍后便去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奴婢方才照您的话回了乔姑娘，可乔姑娘却说二姑娘病了，她更要去看，还说她们姐妹一场往日有些误会，今日正好借着探病的机会说开。奴婢实在拦不住，她们已经带着人往花朝阁那边去了。什么？去花朝阁？
位姑娘，我家二姑娘真的病了，实在是不宜吹风见客，您几位改日再来吧。春杏，好狗不挡道！哎呦，春杏，去敲门。是。乔姑娘，诸位姑娘有礼。软软染了风寒，这几日一直卧床静养，实在不宜见客，劳烦诸位姐妹跑这一趟。清河代软软谢过各位好意，诸位便请先回吧，待改日软软身子好了，再请各位过府一叙。玉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哪有过门不入的道理？再说了，人多热闹，说不定我们进去和阮妹妹一起说说话，她心里头一高兴，这病也就好了呢。乔姑娘，软软需要静养，还请体谅。玉姑娘三番两次阻拦，莫非阮妹妹这病有什么蹊跷？还是说这屋子里压根儿就没人，所以才这般不敢让人看？乔姑娘，此处是辅国将军府的内院，您不听劝阻，擅闯二此，难道乔大人平日里便是这般教导姑娘的吗？玉清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一个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也配在本姑娘面前摆谱？我跟你在这磨蹭半天，已经是很给你脸了，滚开！住手！没事，苏夫人，没事吧？姨母放心，我没事。乔姑娘今日这般兴师动众，带着这么多人闯我后院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竟不知什么时候我辅国大将军府也归御史台管了。苏夫人何必对我们这些小辈如此疾言厉色？我们只是听说阮妹妹病了，心中挂念，这才结伴前来探望。可玉姑娘和苏夫人却百般拦着不让见。难道真如外面那些传言所说，阮妹妹她根本不是病了，而是与人私奔？乔清墨，你可知慎言！苏夫人并非我胡言乱语，而是如今市井之中早已传遍了，都说苏二姑娘与外男私奔。府上的张嬷嬷天天拿着画像在码头车马行那些地方偷偷寻人，本来我也是不信的，可今日见苏夫人与玉姑娘对我等这般严防死守，倒让我不得不信上几分了。乔姑娘如此信誓旦旦，是笃定了软软此刻不在这个房间里，是吗？是又如何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请乔姑娘与诸位姐妹一起进去看看。早该如此，但是有一句话我须得说在前头，若软软果真不在房中，今日之事我苏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可若软软好端端在房里养病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被诸位平白泼上一身私奔的脏水，这名声一旦污了，往后叫她如何自处？届时恐怕就要麻烦乔姑娘以及今日同来的诸位姑娘，随我去一趟御史台，将方才那些市井传言当着乔大人的面好好分说分说了。静默，要不算了吧？是啊，静默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说不定苏二姑娘真在里头养病呢，咱们何必非要进去打扰？画像的事，你果真看清了？奴婢不敢撒谎。好，我就跟玉姑娘赌这一回。乔姑娘，苏软，你果然不……乔姑娘真是稀客呀，怎么今日有空来我这儿了？苏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乔姑娘这话问的真有意思，这是我的闺房，我不在这儿该在哪儿？难不成真如外头那些不长眼的碎嘴子传的那样，跟什么外男私奔了？乔姑娘，你也瞧见了，软软她就好端端在房里隐病，不知你方才信誓旦旦说她与人私奔的指责，可还有证据？怎么回事？姑娘，奴婢千真万确看到张嬷嬷拿着苏二姑娘的画像四处寻人啊！奴婢不敢撒谎，真的。这位姑娘说的，莫不是前几日老奴带人去寻府中丫鬟秋娘的事？说来也是家丑。前几天管着夫人嫁妆钥匙的大丫头秋娘一时鬼迷心窍，趁夜偷了夫人一尊羊脂玉佛跑了。老奴怕事情闹大了影响府里名声，不敢声张，只能带着几个信得过的，悄悄拿着那丫头的画像四处打听。没想到倒是让这位春杏姑娘误会了，都是老奴的不是，平白惹起些风言风语，险些害了姑娘的清白。这哪能怪嬷嬷？分明是有的眼睛脏，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是脏的。乔姑娘今日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带人硬闯我闺房，散布不实之言，险些坏了我和苏母的名声。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方才我与几位姑娘在门外说得很清楚，若证明乔姑娘所言不过是空穴来风，便都与我一同去御史台，请乔大人亲自评评这其中的是非曲直。乔姑娘，请吧。不关我们的事啊！是乔姐姐非说要来向苏二姑娘讨教诗词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赌也是静默非要赌的，话也是她说的，难怪
难怪你躲在房里迟迟不开门，原来是藏了人。苏软，那被子里藏的是谁？是不是你的姘头？放肆！连本郡主你也敢拉拉扯扯，当真是活腻了不成？玉珂郡主，怎么会是他？参见郡主，见过郡主。郡主怎么在这儿？本郡主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？还需要跟你乔大小姐上书请示吗？巧了，郡主也是听说我病了，才特意赶来看我，正说着提己话呢。怎么，郡主不过是乏了，在我这儿小妾片刻，也碍着乔姑娘的眼了，也得被安一个私藏外男的罪名。谁知乔姑娘就带着人闯进来，又是要搜屋子，又是要掀我被子捉奸什么的。来人！在。方才本郡主似乎听见这几位姑娘兴致勃勃，要去御史台说着走一趟吧，你们便陪着走，务必亲自将人送到御史台乔大人面前，把今日所见所闻原原本本禀报清楚。是。郡主恕罪了，是我错了，冒犯了郡主和苏二小姐。带走吧。郡主饶了我吧！跪下！母亲，说这几日去哪里了？此事说来都是玉珂的不是。我初到京城，擅作主张，邀软软去我府上小住了几日，让夫人担心了。夫人若要怪，便怪我吧。郡主快快请起，这如何使得？姨母，幸而如今软软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这便是最大的幸事了。既然郡主开口，今日就算了。这事儿没那么好糊弄过去。母亲，您方才不是都答应郡主，说这事儿就此算了吗？怎么还算了？怎么算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，我一宿一宿睡不着，都快把这京城翻个底儿落了，就怕你出什么事。你倒好，轻飘飘一句算了，就想把这几天的混账事儿接过去。我真的是和郡主……别拿郡主来糊弄我。玉珂郡主是什么身份？她若真想接你过府小住，大可堂堂正正下帖子，光明正大派车马来接，何须让你深更半夜带着个丫鬟一声不吭的翻墙出走？又怎么会一连几天连个口信都不晓得传回来？你真当我会由着你骗？姨母息怒，软软她年纪小，或许是一时贪玩，这才行事莽撞了些。如今人既已回来，您便消消气，好好再教导着就是。清河，你不必替他说话，他这不是一时贪玩，他这是拿自己的性命，拿苏府满门的脸面在胡闹。今日若非郡主恰好在此，若非张嬷嬷机警编出秋娘偷盗的由头，任由乔金墨带着人硬闯进来，当众揭穿你根本不在府中，你知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私奔的污名一旦坐实，你这辈子就毁了，苏家也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母亲，你别叫我母亲！所以今日这顿家法，你休想就此逃过去！没事吧？苏明记，那个常年跟着父亲苏秦待在边关，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的哥哥。继儿，你们怎么这时候到了？信里不是说至少要等到明日午间吗？哎呦，夫人，你下手可真够重的，痛死为夫了。走，站住！你们给我回来！夫人且慢，先帮我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头给你抽断了。哎呦，好疼好疼！哼，活该，一点皮肉伤而已，回房再说。夫人，你扶我一把，我头晕，站不太稳。怎么没动静啊？完了，夫人真动手了！夫人吩咐了，谁都不许进去。可是我家姑娘……将军和大爷不是都进去了吗？有他们在，二姑娘吃不了亏的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夫人打你哪儿了？没事儿，没打着我。多亏父亲和哥哥来得及时。你只管放120个心，有你家大爷在，怎么可能有事？喏，拿着。大爷，这是……自然是赏你的。多亏你这小丫头机灵，知道跑去前门给我和爹报信儿，才免了软软今日受苦。这银子你且拿着买糖吃去。多谢大爷赏，真是我的好丫头。就知道夸你的好丫头，不知道夸夸你的好哥哥。若不是我和爹及时赶到，就你这小身板，非给娘打个半死不可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我的好哥哥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这次回来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，都是关外才有的稀罕玩意儿，保准你喜欢。啊，慢点。东西全在我屋呢，进来看看。这都是你带回来的？那可不，来，试试这个。好看，西域那边的姑娘都这样打扮，我一瞧着便觉得适合你。还有这个，你瞧。不倒屋？对，就是叫这个，呵呵，好玩吧？我第一眼瞧见就觉得有趣，
想着你肯定会喜欢。这些都是给我的，是不是太少了？都怪爹！我本来还带了好多东西呢，什么波斯地毯、和田玉雕，还有一对活蹦乱跳的小狐狸。结果他非说马车拉不动，死活不准我带。你是没看见，那对狐狸可好看了，火红的毛，跟团伙似的。软软，你别不高兴，等下次哥再去关外，一定给你多的带，把你想要的都搬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嫌少，我是想问哪些是给表姐的。清河？哎呦，这还真忘了。算了，清河有母亲疼着，什么好东西没有。她性子又静，估计也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想什么呢？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啊？那你告诉哥你喜欢什么，哥下次……没有，喜欢，都很喜欢。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梨子，在呢，姑娘有什么吩咐？待会儿叫人把东西都给我搬回花朝阁去，仔细着点儿，别碰坏了。好嘞，姑娘，奴婢这就去找人。贺公子，都怪奴婢莽撞，没瞧见您过来，撞疼您了吧？实在对不住。无妨，是我自己没留神，不怪你。千叶，没事吧？你这丫头怎么总毛毛躁躁？千叶前几日才受了伤，你这冒冒失失一撞，伤口再裂开怎么办？奴婢知错，可奴婢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别吓他，我哪有那么娇气，一点皮肉伤罢了，早不碍事了，真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贺千言，二姑娘，许久不见了。贺公子，方才听哥哥说，贺公子此番出去受了伤，可好些了吗？有劳二姑娘挂心，一点小伤，将养几日便好。想必贺公子找哥哥有事相商，我便不打扰了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晚上我让厨房做你爱吃的桂花糯米藕，愣着干什么？进来啊！苏软有意思。千叶，站门口发什么呆呢？来了。姑娘，奴婢总觉着有些怪怪的，就是表姑娘呀。此次您闯了这么大祸，表姑娘就算不落井下石，也该冷眼旁观才对。可今天她不仅帮着您收拾乔金墨，还在夫人面前替您说话求情呢。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还是她憋着什么更大的坏招呢？你想什么呢？她帮我纯粹是怕事情闹大，影响苏府的名声罢了。她一个寄居在此的表姑娘，苏府就是她的倚仗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那她就没有别的心思？万一她是想博夫人欢心，故意装好人呢？她不需要装，毕竟在母亲眼里，她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她犯不着费那个劲。姑娘，行了。总之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看到玉清河能躲就躲，躲不过就认怂，千万别去招惹他，听见没？记住了，姑娘这话都说了好多遍了，奴婢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午后您歇着时，奴婢去厨房要珍珠团子，正巧碰上银灯也去要，奴婢二话没说就让他先取走了，可没跟他争。真听话。困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什么？装什么？这又没别人。贺千叶，你疯了！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这些伤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把衣服穿上。动手啊！什么叫动手？苏软啊苏软，你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尽快吧，我待会儿还有事。你先起来，我今天没心情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心情？你从前可从没有没心情的时候。你高兴了要折腾一番助兴，不高兴了更要拿我出气。我每次离开苏府你要送行，回来后还要接风，哪一次不得满意了才罢休？今天居然会说没心情。我要是说我改邪归正了，你信吗？改邪归正？是啊，今日在明记的院子里，你居然还关心我伤得重不重，真是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苏软，你真的是苏软吗？他看出什么了？不可能，这种事说出来谁会信？可他为什么这么问？是试探，还是真的察觉了什么？贺千言，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不挨一顿打还不满意是吧？好，那我这就成全你，让你好好吃几鞭子。你背过身去。不行，我
我好歹也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，让我平白无故对一个受伤的柔弱老哥下毒手，实在是做不到啊！算了，管他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，反正这具身子是真的，只要我咬死口不承认，他再怀疑也拿我也没办法。随你怎么想，怎么说，反正以后我不想打你了。你没事也别来招惹我，我这院子你更是一步也不许踏进，听到没有？你到底在……走走走，别杵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原主，你真是造孽啊！这都留下的什么烂摊子？除了玉清河，居然还有贺千言这么个定时炸弹，真不知道底还埋着多少我不知道的坑，等着我这个穿越来的冒牌人去跳。苏软，不管你搞什么鬼，我一定会亲手将你碾死。真是疯了！我说祖宗，你又上哪儿了？自打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，老子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。你一连失踪几天，昨儿才顶着透心凉的剑伤回来，肉都快烂完了，我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处理干净。我不过想着你伤势得用几味新鲜药材，今儿一早天没亮就收山去了。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那身子骨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？经得起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瞎折腾吗？没什么大碍。哼，没什么大碍，我看看，这谁给你包扎的？这手法是哪个庸才干的好事儿？魏峰那小子，还是他手底下那些人？不对呀，魏峰包扎疗伤是我亲自教过的，向来利索的很，怎么会这么丑？赶紧拆了，老夫跟你重新处理包扎一下。不必了，就这样吧。什么？不用重新弄，这样挺好的。这还挺好。我看那老虎没咬着你胳膊，是把你脑子给吃了吧？小子，你告诉我你现在清醒吗？还认得我是谁吗？发烧了。说了没事。不对，你很不对劲儿，这伤到底谁给你包的？我回来的路上可听底下小子们说了啊，昨夜你往庄子里带回来一个姑娘，不仅亲自把人抱上床，还亲力亲为给她挑了衣裳首饰，连那鞋的尺寸都是你划定的。你很闲。我闲什么闲？我这是关系你的终生大事。你今年都20有1了，太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都满院子乱跑了。上次给我的紫金丹还有没有？紫金丹，你不是最不喜欢这些温补调理的丹药吗？我每天求爷爷告奶奶的哄着你吃，你都不带搭理的。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体内那毒种的太深，再怎么温养也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吃了也无甚用处。拿来逗逗小猫还行。小猫，我告诉你小子，紫金丹可金贵着呢，你敢暴殄天物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就剩这5颗了，你省着点用，下次再要得等我把缺的那味药找齐再说。你体内那毒，我这些年翻遍医书古籍，已陆陆续续变出了其中7种毒，只剩最后2种，始终摸不准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既然已经有了方向，就不算全无希望。你再给我些时日，老夫一定能破解这奇毒，保你不死。不必强求，你只需尽力，保我到大仇得报那一天就行。得，反正你也不乐意见我老头子，我也省得在这碍你的眼。老爷子要走吗？哼，不走留这干什么？里头那位脑子让老虎啃了，别说我，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了。王爷，查得如何？苏二姑娘那边，属下让人仔细查过了，她确实痴恋神孝将军。此前，苏二姑娘隔三差五便托人往永安侯府地请示，还曾数次等在神孝将军上下朝的必经之路上，试图拦车，扬言要嫁与他为妻。这事儿一度在京城闺阁圈中传为谈资，闹得颇有些风雨。还有呢？还有。苏二姑娘与寄居在苏府的那位贺千燕贺公子似乎也有些牵扯。据安插在苏府的暗卫回报，贺千燕时常于夜深时避人耳目，潜入苏二姑娘所居的花朝阁，每次停留约莫1个时辰方出。且就在今日，贺千燕刚随苏将军回府，入夜后不久，便又去了苏二姑娘府中，出来时衣衫略显不整。王爷，您的手。哼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他，一个沈昭也还不够。还要勾着个寄人篱下的破落放，他就这么缺男人？王爷息怒，因为离得远，又隔着门窗，并未看清屋内情形，未必就是……闭嘴！你胆敢再帮他多说1个字，本王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！他对沈昭也是不是也这样？那双不安分的手，是不是也在别的男人身上摸来摸去？那副娇娇软软的声音，是不是也在别人耳边呵气如兰？还是说更过？王爷，您的伤，滚开！
上回王爷露出这种神情是3年前，皇帝暗中派人去掘太子妃娘娘的墓，王爷连夜带人杀进皇陵，亲手砍17颗脑袋，血洗整条甬道。那夜他回来时，眼睛里也是这样的光，要吃人的。苏软，捏断了，是不是就老实了？不会再满嘴谎话，不会再背着他与旁人牵扯，也不会再让他心烦意乱。烟尘，我冷，别走。你在叫谁？烟尘，我冷。麻烦请。遇见我之前的事，我都原谅你。但如果以后再被我发现你还敢背着我招惹别的男人，我会剁了他们，也会剁了你。睡吧。臭猫，我差点小命不保，你知不知道？又亲上了，好甜好甜。燕晨好感度已经到了37哦，臭猫滚开！姑娘，该起了。出去。这都吵不醒你，把你卖了都不知道。走了。真服了，昨晚贺千叶那一通搅和，根本就睡不着，不知道燕晨这煞神来干嘛的，只能闭着眼装睡。今日之事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奴婢知道，奴婢嘴最严了，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娘，快醒醒！人走了？走了，门都关严实了，吓死我了！这人怎么跟个病娇似的？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他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？就说让奴婢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姑娘，您跟王爷昨晚那个了没有？哪个？就是那个呀，就圆房。你脑子里整天都装的什么？可你们明明睡在一起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总不能是盖着棉被纯聊天吧？姑娘，您就别骗我了，您自己看看您都被蹂躏成啥样了。燕晨，姑娘，你真跟王爷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干，他就抱着啃了他一晚上。这话说出来，连他自己都不信。行了，赶紧梳妆，再耽搁母亲该发火了。哦，好，今日给姑娘梳个什么发饰好呢？随便，快些就行。令牌的事必须尽快查清楚，找出那个小偷，拿到解药，然后继续跑。可怎么查呢？苏府这么大，谁都有可能趁乱偷走，救命啊！还知道来，还以为你跑出去野了一趟，连规矩都忘了。行了，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大早上就别骂他了，吃饭。夫人快尝尝，这可是今早庄子上才送来的诗书，鲜嫩着呢。喏，东街老字号的桂花糕和芸豆卷，你以前最爱吃的，可是起了一大早特地去给你去买的，还热着呢，快尝尝。谢谢哥哥。继儿，我听说你这次从关外带了不少东西回来，都送到花朝阁去了。这个母亲，哥哥的东西是送到我那儿了，但不是全给我的。那些东西里有给您的衣料皮毛，有父亲的弯刀药材，也有给我和表姐的一些小物件。他自个儿嫌麻烦，所以才让我先过一遍手。清河也是你一同长大的妹妹，别厚此薄彼，让人看了笑话。今儿一早，我已经让院子里的丫鬟把哥哥给表姐的东西都送到栽云阁去了。想来这会儿东西应该已经到了。还算你这个哥哥没白当，知道惦记着家里2个妹妹。娘说的是，让他主动把东西分一半给栽云阁，不可能，那便只能是苏软自己的主意了。苏明记后来能一路高升，靠的可不是父亲苏秦的依仗，而是玉清河在男主沈昭野跟前递的话，在朝堂上布的局，让他提前和这个未来注定会平步青云的表妹打好关系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过2日我要去寒山寺上香，你们兄妹3个便都随我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这时候景色不错，正好散散心去。原著里，玉清河就是在这次寒山寺上香时与沈昭野偶遇的。这种男女主历史性会面的场合，我这个炮灰女配怎么能往前凑？母亲，我能不能？不能，谁都可以不去，你必须去。你最近像上身了一样，平白惹出多少麻烦，再不去给佛祖好好上炷香，去晦气，我看你是要翻天了。好了，你们就开开心心出去玩吧，夫人别气坏了身子。可是软软，一起去吧。寒山寺桃花开得正好，我去边关之前就想去看看，一直没赶上。而且寺里做的桃花饼也是一绝，又甜又糯，比这桂花糕还好吃。我早就想带你去尝尝了。行吧，我去。这才乖。反正我只要从头到尾跟紧苏明记，不往男女主跟前凑，当个背景板，应该就出不了什么岔子吧。可不想被他们的爱情火花溅一身啊！
梨子，我屋里那些值钱的东西，平时都是你亲自在管着吗？本来是奴婢管的，可奴婢这脑子你也知道，光1月就掉了3、4瓷香笼钥匙，有一回还把夫人打的一对赤金镯子给混到旧衣裳里，差点让将洗房的人拿走。张嬷嬷知道了，气得直骂奴婢是个败家丫头，说再让奴婢管下去，姑娘的嫁妆都得被奴婢败光。所以后来就换了屋里的锦叶姐姐管了。锦叶，那她管得如何？管得可仔细了。自打锦叶姐姐接手，姑娘屋里的东西再没出过岔子，每样首饰、每匹料子都登记得清清楚楚，连装匣里少了一颗米珠，她都能立刻发现，比奴婢强多了。那上次花朝宴带回来的那些彩头，也都是给了她在管。是呀，那日回来我便将东西都给了锦叶姐姐，是她一样一样清点好，收进库房的。姑娘问这些做什么？听懂了吗？奴婢听明白了。姑娘回来了，先喝口茶润润喉。对了，过2日我要去寒山寺进香，你把我那只白玉雕飞燕的簪子找出来，我到时候带白玉雕飞燕的簪子。姑娘，咱们屋里好像没有这样事儿的，不是飞燕吗？又好像是雕的莲蓬，嵌了2颗碧饰做莲子的。姑娘说的可是这只？对，你这记性可真好，我这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就你理得顺。姑娘谬赞了，奴婢记性也不过是寻常，只是对姑娘的事不敢不上心罢了。行了，你下去忙吧，不用伺候了。姑娘，您确定东西真是锦叶偷的吗？他平日看着挺老实的呀。你小声点，嚷嚷什么？事情还没查清楚，只是有些疑点罢了。你这么大声，万一打草惊蛇了怎么办？姑娘恕罪。姑娘，这能行吗？姑娘，这能行吗？不知道，但锦叶对咱们屋里这些东西了如指掌，细到一只簪子都记得如此清楚。像令牌那么重要的东西丢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如此便只有2种可能：一呢是他发现了害怕受责罚，所以没说；这2呢便是这东西本就是他偷走的。那奴婢现在怎么办？你这几天多留心着锦叶，一有动静立刻告诉我。好。等等，记得机灵点，千万别让他察觉了。姑娘放心，奴婢这回一定小心。姑娘，有动静了。这么快？奴婢一直盯着呢，方才见他趁落了锁，收拾了个小包袱，偷偷摸摸往后院去了，看那样子像是畏罪潜逃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喵喵。大人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急着见我？我偷东西的事儿，姑娘好像已经发现了。怎么会？你不是说做的隐蔽，不会被发现吗？行，来，踩我背上，我拖你过墙后跟上。往哪跑呢？姑娘，奴婢知错。姑娘饶命，都是小的的主意，姑娘要打要杀，冲小的来。饶命可以，偷的东西呢？镯子已经卖了。镯子？姑娘容禀，那镯子是小的让锦叶偷的，小的老母病重，实在拿不出要钱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锦叶只是想帮我，姑娘要打死小的也好，送官也罢，小的绝无怨言，只求姑娘饶过锦叶。那令牌呢？令牌是那枚昭王府的令牌吗？你有印象？有的。那令牌赢回来后，奴婢亲手将它收进最底层的首饰夹。后来呢？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不见了。那你知道丢了，为什么不说？奴婢不敢说啊。那令牌是何等要紧的东西，偏偏是在姑娘离家那几日丢的。夫人正急火攻心，奴婢要是那时候去禀报，说搞丢了，夫人盛怒之下打死奴婢都是轻的。后来没人问起，奴婢心里存着侥幸。真的只拿了镯子？那令牌不是你拿的？奴婢可以对天发誓，奴婢只拿了镯子。在发现令牌不见之前，都有谁来过我屋里？那几日府里乱成一锅粥，来来回回好些人。夫人和张嬷嬷日日都过来，表姑娘也来过。对了，贺夫人也来过。贺千燕她娘？贺夫人专程过来安慰夫人，还问了好些话，不过也没坐多久，一盏茶的功夫就走了。会是她吗？一个整日把自己关在佛堂，在苏府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爽居妇人，动机呢？姑娘，奴婢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，还求姑娘饶命。行了，知道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姑娘，不罚我们？怎么还想去衙门大牢里去见见世面？不，那不就得了？你们要想继续跑也行，我就当今晚没看见过你们。多谢姑娘。姑娘，真就这么算了？不然呢？打一顿那只镯子能值几个钱？况且他们也是为了救人。可那令牌的事，至少知道不是锦叶偷的了，也算没白折腾。梨子，你知道贺夫人平日里都和哪些人走得近吗？或者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奴婢还真不太清楚。贺夫人自打进府就整日关在佛堂里念经，连院门都不大出，也就逢年过节才出来露个面。那贺千言那人呢？你了解多少？贺公子啊，看着脾气顶好的，对谁都温温和和的，可就是让人觉得不太真实。王爷，苏府那边什么动静？苏二姑娘这几日一直在暗中查访令牌的下落，不过瞧那样子似乎还没什么进展。
那个姓贺的呢？贺千叶那边也查过了，此人确实是贺廷章的独子，一直与苏明基在一处进学习武，去岁又一同去了边关历练。这几日暂时并未发现他与什么可疑的人往来，白日里多半在苏明妓院中，偶尔出府，也只是去书肆或茶楼，并无异常。你是故意气我是不是？属下不敢。贺千燕自那夜之后，再未进过苏二姑娘的房间，两人在府中也几乎没什么交集。苏二姑娘多在自己院中，偶有出门，但未与贺千燕单独相处过。还好，猜对了。那女人说到底只有点小聪明，她身边的丫鬟更是脑子不好使。你让人盯着点，别让他们动静闹得太大，惊了本王要钓的鱼。担心人家没就直说嘛。你又在想什么？属下在想，属下这就去安排人盯紧苏二姑娘那边，绝不会让她出一点岔子。什么叫不让她出一点岔事？王爷方才分明说的是别惊了鱼，怎么到自己嘴里就成了护着苏二姑娘了？哼，你如今很会揣度本王的心思。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……行了，退下吧。等等，明日让郡主来一趟，别惊动了人。是。已经又过去2天了，明里暗里查了个遍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唉，现在只剩贺家母子那边没去过了。可贺千叶那尊煞神整日守在府里，一想到那双眼睛我就头皮发麻。姑娘，贺公子和大爷出门了，去哪儿了？听前头的小厮说是去城东马球场上，怎么也得午后才能回来呢。这不是瞌睡玉枕头吗？快去把哥哥从关外带回来的那株雪莲找出来，再挑些颜色素净的料子，咱们去领风堂探望贺夫人。哎，就算套不出什么话来，至少也能先摸摸底细。奇怪，伺候的人呢？怕是躲懒去了吧？这地方偏僻，主子又不管事，下人们怠慢也是常有的，就怕背地里欺负贺夫人性子软，有意搓磨。有意搓磨？贺千言背上那些鞭痕，贺夫人，贺夫人，梨子，赶快去请大夫来。哦，好。这症状不像是中毒，倒像是心脏病。贺夫人，你能听见吗？还好。这贺夫人的手怎么这么糙？姑娘，大夫来了。回姑娘，贺夫人这是心脉旧疾突发，气血一时壅塞，须得先将人挪到平稳处，老朽才好施针疏导。夫人既已转醒，便该是无大碍了。梨子，你跟大夫去抓药。是。贺伯母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二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……别动，您方才心急犯了，身子还虚着呢，好好躺着休息。都是老毛病了，没想到这回竟会晕过去。多谢二娘，我听说您晕倒了，多亏二姑娘来得及时，救了为娘一命。燕儿，你可要替为娘好好谢谢二姑娘才是。多谢苏二姑娘。贺公子客气。贺千言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苏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松手啊！你弄疼我！你想怎么撒气都行，但是别动我娘。贺千言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娘晕倒在佛堂里都没人发现。你倒好，不感激也就罢了，还倒打一耙说我要害她。贺千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是我救了你娘的命，按道理说，你现在应该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救命恩人。你疯了！我开玩笑的，谁让你真跪了？苏二姑娘何必如此？你想让我跪，我便跪，何须劳你拿救命之恩说事？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娘还等着你照顾呢。你既不愿意看到我，我以后不来就是。真的还是苏然吗？贺千燕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狗咬吕洞宾，你不识好人心，连你也笑我！疼！姑娘，怎么了？这是摔着了？伤着哪儿了？没事，就是踢了下树。姑娘，您跟一棵树置什么气？赶紧把药送进去吧。顺便敲打院子里那些丫鬟婆子，怠慢了丢的是苏家的脸。知道了。再等等，就说是夫人的意思，别提我。臭树臭花，开的什么臭死了！早晚我非得找人把你砍当柴烧！哼！头，苏二姑娘太好笑了。闭嘴！没听见王妃说吗？去把那破树砍了。等等，头，你刚才叫什么？王妃？你听错了。我没听错，您明明就叫的。我说你听错了，你就是听错了。你小子还想不想在安尾营混了？是，属下听错了。跟着哥哥我好好混吧，咱俩这前途可光明的很。那树还砍不砍？
砍啊！你这地道什么时候挖到我郡主府后院的？我竟一点没察觉，苦死了！还是我们关外的奶茶好喝，又香又纯，哪像你们中原这茶齁苦。没人请你喝。喏，父王来的家书，我一个字都没看懂，尽是些弯弯绕绕的哑谜，什么北边草场今年雨水好，马群又下了几批小马球，去年借的种子该还了。我看了3遍，愣是没瞧出什么名堂来。你们这些搞筹谋的心都脏，我也懒得猜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看出什么了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不会真在聊家常吧？北境布防也按计划重新调整，京地4镇的将领名单也已拿到手。又说皇帝往北境派了密使，他随手给除了。就这些？那去年借的种子该还了是什么意思？该你出力的时候，自然告诉你。现在知道太多，对你没好处。对了，你那个苏二姑娘真是好有趣的性子，一天能写3、4封信给我，叽叽喳喳的可欢了，什么都说。他给你写信？可不是，软软很聪明的，我只教他1次，他就会用海东青传信了，这可比你们那破信鸽快多了，还不会被人半路截了去。说了什么？也没什么要紧的，就是抱怨他母亲管得太严，每日天不亮就要去请安。你该不会就是想从我这儿打听软软的消息吧？不过随口一问。随口一问？你燕晨什么时候会随口问起一个女人来了？以往那些个往你身上扑的贵女，你连正眼都不瞧一下。我劝你对我态度好一点，我现在可是软软最好的姐妹，无话不谈的那种。你要是不小心得罪了我，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会跟他说出些什么。他不过就是本王手中一个还算有趣的玩意儿罢了，让他生便生，让他死便死，本王会怕你说什么？好鸟，连这儿都找得到，真给我长脸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王爷不是对他不感兴趣吗？这次倒提了你，看不看？本王没那闲工夫。行吧，我走了，软软还等我回信呢，记得帮我把信烧了啊。我今天偷偷溜去马场看哥哥打球了，他球技好烂，被贺千燕连进了3个球，气得脸都绿了。明天我要去寒山寺上香，听说寺里桃花饼很好吃，到时给你带1盒回来。你若见着王爷，记得提醒他千万别忘了差人给我送解药，我这小命可全系在他一念之间呢。他要是贵人事忙给忘了，我可就真得去阎王殿前唱曲儿了。没良心的小东西，几天没见就只记得你的解药，也不问问我伤好没好。婉柔，你们倒是比我还先到了。我的好闺女，前些日子听说你病了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如今瞧着气色是好了些，但怎么好像轻减了？瞧瞧，下巴都尖了。劳秦姨挂心，已经大好了，许是病中胃口差些，所以才瘦了，养几日便回来了。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女儿家身子娇贵，可得仔细将养着。回头我让人送些上好的血燕到府上，让厨房做了给你补补气血。哪用姐姐这样费心，可别太骄纵着她了。这有什么费心的？我看着软软便喜欢，真恨不得把好东西都给她呢。佛祖保佑我爹娘妹妹平安顺利。软软，别急着走呀，这寒山寺的签文可是出了名的灵验，你前程姻缘未定，正该求一支问问。哎呀，试试嘛，就当讨个彩头，心诚则灵，随意摇一支便是。哎呦，出来了，第100签，倒是个好数字。走，咱们去外头找师傅解签去。女施主欲问何事？问姻缘，姑娘家自然是问姻缘最要紧。风弄竹声，直到金佩响。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。师父，这签文何解？是好还是不好？女施主红鸾心动，姻缘已至，良人将近，心中所思所念便是有缘之。我念着谁啊？沈昭野？不会吧？这签文说的真是男主沈昭野？可他不是女主的吗？跟自己这个小小炮灰谈什么狗屁缘分？这剧情也卡得太准时了吧！自己这个炮灰可千万不能杵在这儿当电灯泡，得赶紧想办法溜。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好事将近，软软，你可是有大福气的。签结好了，是只上签，说咱们软软姻缘已至，好事将近呢。婉柔，你就等着享女婿福吧。听闻后山桃花开得正盛，不如就一同出去走走，正合我意。软软，一起去吧，陪秦姨去看看桃花去。好，跟好表小姐，仔细伺候着。
这会儿男女主该已经说上话了吧？虽说早就知道剧情该怎么发展，可心里还是免不了空落落的。毕竟我花光积蓄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男主沈昭野，现在却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，真是亏啊！软软，快些，慢吞吞的，可是舍不得手里那只桃花。来啦！好看，不是燕晨那种凌厉迫人的好看，也不是沈昭野那种英气勃生的好看，而是一种书香门第浸润出的舒服。母亲，牧阳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今日书院休沐，听闻母亲要来寒山寺，便想着来接您一同回府。见过苏伯母。快不必多礼。牧阳，这是你软妹妹，还记得吗？你们小时候见过的。有一年元宵节，你还抱着她去看花灯来着，她那时候才这么点大，这一转眼都长成了个大姑娘了。软妹妹，这场景，这气氛，要是再看不出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相亲，那我这2辈子就算是白活了。秦公子，哎呦，叫什么公子，太见外了。你们小时候也常见面的，虽后来牧阳随他父亲外放，见得少了，但情分还在，就叫牧阳哥哥，显得亲近。走了这一路，实在是有些乏了，正好在这亭子里歇歇脚，喝口茶也好。对了，牧阳，我方才听寺里的小师傅说，再往山顶上去些，有一片3色桃花开得稀罕，我和你苏五母是走不动了。你既来了，不如带你软妹妹去瞧瞧，采几只品相好的回来，我们也赏鉴赏鉴。这借口还能再拙劣点吗？这荒山野岭的，采了拿手里一路捧回去，怕是没走到山门，花就蔫了。算了，还不如出去走走，至少自在些。好。秦家门第虽略逊苏府，但秦牧阳人稳重周到，自己又在科举读书上争气，将来必是前途可炮。配自家这个不太省心的女儿，倒像是苏软占便宜了。软妹妹请。多谢。软妹妹真是变了很多。我以前也打过你。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单纯讨厌你。好家伙，合着这秦牧阳方才在亭子里那副端方模样全是装出来的，演技这么好，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。你装的再乖也骗不了我，你骨子里就是个恶毒又愚蠢的草包，这一点从小到大都没变过。所以这门亲事我绝不会应，劝你回去后自己寻个由头，跟苏伯母把话说清楚。你我性情不合，绝非良配，否则什么？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母亲之所以急着拉我来相看，是因为穆国公夫人前几日透了口风，似乎挺中意我。可我母亲呢，一心想把这好姻缘留给我表姐，又怕穆国公府真来提亲推拒不掉，这才火急火燎的把你找来，想赶紧把我处置了。否则就凭你这种要长相没长相，要肌肉没肌肉，要拳头没拳头，估计挨我一巴掌都得晕半天的小男人，怕是永远也入不了我母亲的眼，更别提见到我了。我什么我？想打架？我可不怕你。秦某读圣贤书，知礼守节，岂会与女子动手？有辱斯文。装什么正人君子？方才不还一口一个恶毒草包骂得挺欢吗？有本事对女人口出恶言，没本事动手。秦牧阳，我也明白告诉你，你若是真不想跟我有牵扯，就自己去你娘面前，把你这番单纯讨厌我的高论好好讲讲，别指望我去当这个恶人。反正我苏软的名声早就烂大街了，嫁不出去也无所谓。倒是你秦公子大好前程，你娘又这么喜欢我，我嫁到你们秦家也不错。到时候把你家内宅搅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哼，行了，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那桃花也不必看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。嘴上说着有辱丝丸不肯动手，背地里却让仆人放蛇吓唬我，够阴的。啊！有蛇！你干什么？蛇！滚开！滚开！秦公子，你怎么样？天啊，怎么会有蛇？苏软，你故意的！怎么会呢？我不小心才撞到你。你等着，我去找人。你快点儿，快去快回。知道了。哎呦，谁？到底是谁？出来！那个小小之徒干什么暗箭伤人？啊！有本事给我出来！
跟我斗，坑不死你也弹你一身包。小心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谁在上面？嘘，他发现了吗？还没，还在找呢。